最近是很需要动力吗？超级耶，感觉你需要很多动力去做很多事，而且这些事情好像是不能够延宕的。这件事卡着很久了，你也知道你自己需要花时间，可是你好像提不起劲，所以你需要，你不做你就会后悔哦。你要老了之后再后悔吗？我的天哪！这张樟脑迷迭香上面写着：若不想沉沦老去，你就该自在飞翔。莫蹉跎人生短暂，不容错过每时每刻。Oh my god！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那个精油占卜，所以我刚刚4支都闻完了。你有特别喜欢谁吗？我都喜欢，可是我觉得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内心微光蓝色的这一支。它其实是内心的疗愈，它是疗愈你内在小孩跟你所有的东西，就是如何爱自己，如何尊重自己，如何设定自己与别人之间的界限。每个人的童年啦，一定都有伤。当你需要这个精油味道的时候，就代表你需要去做这件事。所以它算是一个基本款入门，就是对，而且它是里面成本最高哦，真的吗？哇，真高劲呢！真的哦。好，然后我们下一步呢？我给你抽牌啊，因为它其实上面都有一些话啦。今天给你抽2副不同的精油牌卡，你可以抽3到5张。那么多？对啊，你自己开心就好了。而且这些就会是等一下我精油的成分，对不对？对，它可以是一个参考。我一直对于抽牌这件事抱持着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感觉，就是你如果要理性的方式、科学的方式来说，它就是一个几率。就是一个几率，一个概率。可是对，为什么它在翻开的那一刹那却会是你最需要的东西？对不对？我觉得很特别，对不对？对啊。然后这边抽3张，看一下。看出了什么？看出了什么？你最近是很需要动力吗？超级耶！感觉你需要很多动力去做很多事。而且这些事情好像是不能够延宕的。这件事卡着很久了，你也知道你自己需要花时间，可是你好像提不起劲，所以你需要去，你抽到的东西完全都是要动力，然后去做什么的。可是这件事情是你开心跟期待已久的事情。对对对，而且这也符合这一支的，而且因为你抽到一个很特别的是海底轮，通常人家说海底轮是跟生存感对，还有安全感有关。可是我倒不这么认为，你这个是跟生存或安全感有关。它比较接近于你的本质。怎么说？我的本质怎么样？你要做的这件事情，应该是跟你的灵魂本质有关系的，不是指你现在需要安全感，也不是指你现在需要扎根，而是你现在正在接近你灵魂的本质。鸡皮疙瘩所以赶快去做。赶快去做吗？赶快去做，我需要一些帮助。你要帮助什么？就是没有动力，不知道该从何开始啊！你要想哦，你不做你就会后悔哦。你要老了之后再后悔吗？我的天哪！这张好樟脑迷迭香上面写着：若不想沉沦老去，你就该自在飞翔。莫蹉跎人生短暂，不容错过每时每刻。Oh my god！这真的我最近一直在觉得这一件事情。不要再花时间了啦。最晚5月底以前至少要开始一个头。你怎么知道5月这件事的？哇，这很难讲，有点类似通灵吗？就是我获取讯息的方式比较特别，就是他们会直接出现文字跟画面，所以不是完全看牌。对，不是完全看牌，就像刚刚讲的是海底轮好了，每一个人解读的方式不一样。对我来讲，每一张牌在每一个人身上，他解读的都不一定会一样。所以有些人是因为失去安全感，有一些人是太多安全感，所以不敢妄动。我觉得我是有点太多安全感。都有，你是需要赶快去寻找你灵魂的本质，因为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很重要。对，非常重要。对，所以你要去起心动念，开始一点点就够了。因为其实这10年，从今年开始往后10年是新的10年。今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然后比较特别是这2年会是一个你起心动念想要做什么，宇宙就会帮助你去完成。所以你想要犯懒，宇宙也会帮助你犯懒。
泛蓝就是放蓝，对对对对，我以为说泛蓝泛绿，你知道那个这个有点太敏感了。这个要怎么活？想要泛蓝。如果你想要懒惰，它就会让你懒惰，加倍的懒惰。对，你说的这2年是去年跟今年，还是今年跟明年？OK， 这2年是非常有改变跟可能性的一年。所以如果你想要努力，宇宙也会帮助你加倍努力。好，对，但是努力跟懒惰这件事情是努力是双倍，可是懒惰会是3倍、4倍、5倍哦，要好好想清楚哦。就是一旦有这个念头的话，它的差异性是这样。没有，我没有想懒惰。可以，对，赶快去做，不要蹉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抽到的牌卡好了，有一个是快乐鼠尾草，上面写着物理迷障是让爱长久生存的方式。这句话有点难以理解，有点妙呢，是不是一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得到家，不过就随便啦，先这样。然后下一个是柠檬，刚刚讲到柠檬就需要动力的部分。对，他写说专注清晰，心无挂碍，需要冲劲的部分。对，我需要被酸一下。哇，这个好可爱哦，叫山鸡椒，我都不知道有这个植物。它是马告。它就是马告。对，山鸡椒是另外一个名字。对，学名跟俗名嘛。上面写说激动的活力来于辽阔奔驰的畅快。我现在好需要一个动力让我奔驰，你知道。好，另外一个是葡萄柚，他写着爱情得靠一股冲劲才能贯彻始终如一。为什么会有一个跟爱情有关的牌卡？你干嘛？因为这个可能跟你要做的事情有一点相关。我妈超准，吓死！Oh my god！ 就是这件事情会为你的姻缘带来一些转机。我现在要发抖了。好，然后这个它是贞节莓，莓类的一种，莓果的一种。它上面写无欲无求，生命自然容易，缓一缓近期的决策或计划。再探看不同的理解与方向。他叫我缓一缓呢，你已经买的小我呢？不是，他说无欲无求，生命自然容易。你的计划也还没定啊。你也还没开头耶，这样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原本的计划，你原本有的计划缓一缓，把你现在真正想做的事情先列出来看一看。好，下一张是香桃木，上面写生活因为面对而纯粹，真的要面对。尝试卸下层层伪装，但看生命不可逆的呈现。什么意思啊？你想做的事情，也许不能够为你带来像现在一样丰盛的物质生活吗？对，美好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你该面对的事情还是要面对。我真的要发抖，好准！尤其是这件事情跟你的本质很靠近，你的应该算是灵魂的源头吧。每一个人灵魂的源头虽然都一样，就像我刚刚讲的光球嘛，可是它在出来的一瞬间，一开始它还是有一个种类别，有点像是耶稣跟天使他们就是同一挂的，OK，然后观世音跟关公他们就是同一挂的，对，释迦牟尼啊什么，他们又是另外一挂，就是像是哈利波特挂或者魔戒挂或者神奇宝贝挂，不同类别的东西，然后你现在要接触到的东西是跟你靠近的类别，找回自己的路，这样子的意思。你现在想要做的这件事情，想很久。想要做的这件事情，它本质上比较靠近你，那是很好的事情对啊，就我想要做的事情跟我的灵魂蓝图的设定是一致的。对啊，所以你要赶快去做啊！不要想说你没办法像现在这么光鲜亮丽，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你的本质不属于这样。我也这么觉得，不要被迷惑了，我被这份薪水迷惑了。这可以讲的吗？老板应该不会听这一集哦。好，然后我们抽完了之后呢？因为我的精油占卜的话是含香水的，就是我会用抽出来的这些，然后有一些其实是没有办法现在买不到的精油，或是太昂贵的精油，我就会更换。对，像你抽到马告、葡萄柚、柠檬，都是比较容易取得跟平价的
项目？马告比较难一点点吧。马告很难吗？马告台湾不是蛮山鸡椒，我也不确定，要去找，因为我目前我自己是没有，贞节梅是完全没有的。像这2支是没有的话，我就会去交换，找其他精油来代替。找的方式就是冥想，就是一样功能的。对对对，类似的，因为其实它要求你的，像香桃木嘛。它就是让你去面对生活嘛，所以我就要去找类似的可以面对生活的。我现在能够想到的比较类似的嘛，会是暹罗木吧。对我来讲，他们有类似的功能。对，然后去调一支20ml 的香水，然后麻烦你了。你要是不是？我要认真，是不是？对啊，不然嘞。好的，对啊，没问题。然后我就会寄给你。所以这个调制的过程大概会花多久？大概1个礼拜。可是如果你要用的话，至少要1个月。为什么？因为香水就是酒精跟精油去做融合，那酒精味没有那么快的可以散去，它需要去做很好的融合调和，需要1个月的时间，不然你喷出来其实酒精味会蛮重的然后我闻看我的手，你自己调的？我自己调的舒服的香味对，这是什么？这个的话其实是我参考祖马龙的00香与没药，然后去加自己的喜欢的味道进去，然后跳出来的。你真的跟那部电影一样你就这样闻了之后然后就是完全还原，然后还可以让它把它弄得更厉害这样子。其实这支我把它叫做悠悠柔蓝，就是比较柔一点，但是又是一种若有似无快要消失的味道，对吧？有哇我现在有点傻眼被吓到。为什么？这也太准你说因为我一开始抽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设定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就一路被我不知道这该怎么说，被气味被灵魂引领到现在这个准到爆炸的答案。因为我有时候会在咖啡店驻店占卜，然后他们有一些人来的确也都是不知道怎么问，然后我就会说你想要你讲问题呢，还是说你直接就抽牌，然后我就看着牌直接讲比较快。真的对，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来抽也可以啊，得到很准确的答案我真的吓到。当然就是比较跟一般的塔罗占卜会不太一样啦。对，而且这个很直接，你给出来的超直白，戳中红心。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精油的这些带来心理上改变疗愈的功能，这不是学芳疗的时候学得到的，对不对？芳疗其实会稍微教一点点 OK， 可能带给你一些安定平稳平复心情。他们比较多的会是在生理实质上的功能，对，因为芳疗它会比较接近理疗嘛，会按摩啊，会什么的，因为触碰都会带着别人的能量，对，所以我没有想要去做精油按摩这件事情，就给你自己喷就好了对，你自己用，因为做成香水有一个好处就是你随身携带，你可以直接喷，它可以帮你直接做补充。因为其实嗅吸就闻跟按摩身体上的接触吸收，嗅吸是100%的被人体吸收，可是你接触皮肤之后，因为皮肤会阻挡，所以它的吸收效率反而没这么高。所以即便是闻的香水，我也会选择芳疗级的精油去做。所以我的精油类的东西都没有特别便宜的原因，是因为它就不便宜，我也没办法。因为我觉得既然我吸进去100%的吸收的话，我就不能够用比较不好的东西，跟我看到它能量就比较没这么好的状态去用它。对，你毕竟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人对，不然其实我也很想要 cost down， 很伤本。你知道玫瑰精油啊很贵，超贵真的玫瑰是随随便便真的是随随便便就3000起跳，1ml大概是20滴嘛，然后它这个大概都会是2ml，然后大概就你滴个最多60滴，然后3000块就没了。真的在这样子的占卜得到的结果之下，调配给你的精油是有点像是功能性的，就是针对你这一个阶段所需要的功能而去做改变，不是说你可能这辈子此生都用这一支，没有所以可能就是我现在针对这个问题我用这一支，我如果有别的问题然后调了别支也可以，可是通常比较不会出现这个状况。
会出现你要调别致的状况会有2种，一种是你用完了你想要再买，另外一种是你用到一半你突然对这个味道没感觉，是没感觉，不是讨厌喜欢是完全没感觉。那所以如果说好，我现在虽然抽了这些东西出来，我没有办法想象它最后会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味道，然后如果你最后给我的时候，我喷了以后觉得好讨厌，那怎么办？我还是得喷呢。通常我现在是没有遇到喷完之后被说当事者讨厌的状态耶，只有当事者在喷之后会去介意别人的感受。我有个案例是他一样就是买精油香水，可是他抽出来的牌真的就已经是跟他说不要再介意别人给他的评价，不要去想这件事情了，所以他的东西比较偏木调很重的那一种，就真的是檀香味比较重的那一种，因为他就是要生根，对，你要自己心要稳，你的灵魂要稳，你才可以不被动摇，对。但是当他喷了之后，他就说他被他的同事讲说很像老人，然后他就不用了。OK， 我就说那你可以喷在枕头上，你可以喷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用。我说你有讨厌这个味道吗？重点是你有没有喜欢？他说我不讨厌，我还蛮喜欢。我说那就对了，重点是你而不是别人，因为这个香水本来就是针对你而不是别人，而且也命中他的课题。对啊，然后他最后还是一样，我就觉得比较可惜啊。可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他的挑战，就是如果他今天已经比如说他开始用，对，然后用到他最后可以不介意别人的眼光跟想法，就老人怎么样，我现在就是需要这个力量，那他就克服了。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觉得，因为就我闻起来，我会觉得很稳，对，就是你很稳的在那边，就是一股安心的力量。对我来讲，我觉得不会像老人味啊。我有遇过，就是喷完之前觉得它的味道有不同的阶段，因为其实精油它的化学分子非常的繁复，它在刚做完是一种味道，然后做完2-3个月之后会是另外一种味道。如果你真的这么喷这么慢，到第6个月之后，它会是另外一种味道。所以通常是会希望6个月之内把它喷完吗？如果你每天喷，应该是很快就会喷完啦。20ml其实没有很多，这样子。对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因为精油香水跟一般的香水比较不一样的原因是，精油的味道很容易挥发掉，所以它不会持续在身上那么久。对，都要再加定香剂。像刚刚加安息香，为什么有些地方加安息香？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它是定香剂，越沉重越大的分子，它的定香效果越好。对，像如果没有加定香的香水，大概2到3个小时，它味道就会散得差不多。所以我就会说，如果你想要味道久一点，喷在织物上面。织物上面、衣服上面、okay, 包包上面，对，因为其实像精油类，它是自然的产物，不会留这么久，留这么久通常会是化工的。你刚刚说喷完了之后，想要再回来，我们就要重新再进行一次。对。因为你那个阶段的状态不一定会跟上一次一样，除非你又抽到一样的牌，但通常不太可能，通常比较少会抽到一样的牌，除非你这半年到1年没有作为。你这个也心虚。没作为可能就会抽到类似然后再重一点的。OK， 就是要逼你了。对，那你有什么个案的案例是有真的跟你 feedback 说使用了之后真的有什么样的改善？我有一个个案，他是原本就跟妈妈一起生活，然后其实非常痛苦，就是妈妈跟他的关系不是很好，然后他想要改变，然后他想要出去，然后他想要做什么，可是其实他就是会担心会害怕，有一种被亲情勒索的感觉，很严重的那一种。他占卜完之后，我也帮他调了一个香水，然后他用到第几个月我有点忘记，他大概用到半年之后吧，他搬家了就搬出来自己住了，还顺便结婚了因为他原本要结婚，可是一直被妈妈卡住然后就好多事情，然后就乱七八糟这样子，然后他用了之后，他就一直跟我讲说他觉得很棒，然后他现在已经有很多想法要做什么，然后原本想做的事情妈妈一直阻拦什么的，后来再接到他的讯息，就是他跟我说他结婚了，而且重点他原本不想生小孩现在已经1个小孩了。那他有说就是那个心理上的感觉是什么吗？
开阔，因为他原本是很抑郁的，就是妈妈阻止他去做任何事情，然后也不喜欢他的另一半，所以他其实原本是很烦，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做，整个人的状态有点类似灵魂暗夜啦，真的有一点。所以就是精油的味道让他变得开阔，变得有动力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就这就是植物的力量。对，因为植物的力量它会给你你没有的东西，也不能说你没有，应该说给你你不足的东西，可是没有办法给你你没有的东西，就有点像吃维他命的感觉，对，补你现在你需要的。对，像维他命啊，你没有学着去把它保留下来的话，它补充完了它还是会不见。那像精油蜡烛跟精油香水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选择？就是我现在比较需要或比较适合哪一种，或者说不同的使用方式跟场合或状况。像香水的话，它比较针对性，专属于你嘛。刚刚是帮你占卜，然后做的香水。对。可是蜡烛的话是大众性，比如说净化，常常会看到比较奇怪东西的人，或是比较敏感的人，对于能量比较敏感的，可以用净化。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维持空间干净整洁度的话，你就用净化就好。或者是说我今天想要静心冥想，关于冥想还有保护的能量圈，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就是你没有想要做一个专属的，因为其实专属的价格会比较高。有价格上考量的话，你可以只考虑蜡烛。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蜡烛上有另外一个考量是你有养宠物，猫咪可能会跳来跳去或者什么的话，对，因为比较危险。精油的成分对于动物有时候会有一些，对，可能会有一些过敏什么的，对，所以就会要自己小心。然后有小孩的话，通常其实是不太会有影响，可是都还是会标。我们都还是会标语说尽量不要接触，或者是你要通风，你要开窗，要通风。然后比较危险的是蜡烛是火源，你要用熔蜡灯也可以，可是我会说火也是一种能量，对，所以如果可以尽量是用火烧，完全看个人需求啦。像香水的话是可以随身携带嘛，你想要补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补。蜡烛你就是必须要在可能工作的位置上，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的小房间你才可以使用。我跟你讲，我今天在你那边破费又要买蜡烛，又要买香水，又要做占卜。我是一个对于就是疗愈这些事情上面那个脑波非常弱的人，我没有在买什么名牌包或者是什么，我的钱就是花在疗愈吗？疗愈跟出国。可是我觉得疗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也这么觉得。对，你如果自己都不平稳，怎么样去做其他的事情？对啊，其他那个空洞一直在，你用什么东西补都补不全啊。真的会一直向外求东西。好，感谢菲来跟我们聊超多。对，希望大家可以从当中得到一些收获啊。那如果有想要找菲做催眠或者是精油占卜可以啊的人，要如何获得你的资讯？我就留在资讯栏。可以留在资讯栏。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一些对自己生命历程当中有帮助的内容。可以啊，因为其实每一次的催眠一定都是有帮助的，对个案一定有帮助，因为也许我不懂，可是你看到的画面跟听到的东西跟感受到的东西一定会深刻的留在你的灵魂里面。它要的是一个唤起的动作，就像刚刚讲的，它只是一个开始。对，任何疗愈都只是个开始，它从来没有结束过。你不一定是会真的得到一个什么哇我懂了这样子的答案，可是可能这一个举动就帮你后面的一些什么东西开始了一个默默的启动，你也不知道。对啊，就像我学这些东西好了，一开始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干嘛，就是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然后去学这些，可是一直走到现在我才知道说这些东西完全都可以整合成为我去帮助别人的事情，跟甚至我小时候的一堆经历都是一个过程，然后可以去理解，更好的理解别人的感受，更好的去帮助别人，然后知道怎么样去陪伴。谢谢。不会，谢谢。希望大家可以体验看看。